各位看到这个缩图点进来，想必就知道我要开始做一系列节目了。没错，今天隆重推出全新系列同盟小学堂。那这个主题主要安排一些摆阵类以及魔神介绍与细节等等，聚焦于实用特性与技巧分享，和目前频道当中的一些实战影片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这一系列节目比较偏向理论版本的。我会使用一些排阵工具，那这个工具是来自这一个平台啊，有一个叫做0J1K 的同盟塔玩战玩家所制作的线上看板服务。那么这个连接我会放在说明栏，我自己点进去会显示不安全的界面提示，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自行排阵的工具，就斟酌自取或者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提供一系列，我会开始提供一系列的教学以及排阵影片。这是因为我在2月16日发布了一篇贴文给观众投票想看的主题系列。那么过几天发现最高票选的是摆阵相关的教学类型，再来才是解说。如果我自己时间有限的话，可能还是会发布一些一般或者困难直出的影片。也就是只有背景音乐加上战斗画面，让观众自行领悟，或者是娱乐局等等。那当中包括实战解说。实战解说是什么？提供深入的战斗思路与流派分析。再来就是流派教学，介绍各种主流以及非主流玩法，分析配置的逻辑，还有它的优缺点。再来才是娱乐影片，例如游戏背景。也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全 BGM 搭配战斗画面的轻松影片等等。当然，我会尽可能的制作有一些质量的影片，例如一些实战解说，或者是一些新流派等等。那当然，新流派通常都是一些非主流的玩法，这边看官们自己要拿捏好分寸了。我主要是演示跟分享那这些分享主要是演示与探讨，若要实战的话，请务必理解配置原理后再进行尝试，以免雷到别人。像我都是雷人始祖。那通常都是推荐各位胜率的组合例如主流的猫咪阵，目前的主流猫咪阵，破坏者或者搭配剑影、天魔等等，就是另外一种，就是破坏者搭配剑影跟天魔那这两个都是以困难为主要目的，主要的那个排阵。在一般的话，可以尝试单通金币流或者玩各种魔神，也是很多选择的。我后续会再多研究一些还未发布过的玩法比如说史莱姆，比如说太空士兵等等。这些未来有机会会发布就是这些比较少见或者是很少玩的。那么常常在追踪我影片的观众，眼尖的话就能发现，我的影片标题跟缩图都不断的在变化与做提升。这边我也是不断的学习这一块优化以及呈现内容。若你有一些建设性的想法或者提议都可以踊跃的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或者加入目前已经超过200人的 DC 大社群，私信我也可以。当然，这个 DC 也在成长当中，有任何建议都可以提出指教。凛冬在这边先感谢各位关注我一段时间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在同盟塔玩战共同努力。那么刚才有提到猫咪阵剑影天魔这些主要角色跟破坏者，实际在场上要如何优先去配置，这一块我还没有更多详细的影片去解说。那么现在已经开始规划这一块的影片教学，去补足以往我发布的或者其他主播分享的影片没有提到的细节点或者布阵。目的是为了让观众更好理解任何主题的流派以及顺序。那么第一集就主要为当前版本之子猫咪大师来做首发，接下来我会逐步的告诉你以它为核心的配置顺序，
不同等级需求的数量以及为何这样子安排。那首先来看到我的魔神，我现在超魔神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猫咪嘛？这边怎么一直点？我今天的主题是猫咪，对我猫咪7等。那猫咪它主要的是纹路，它要纹路，纹路是发动轻巧，造成生命值上限的额外伤害，这是额外伤害啊。然后它的技能是以几率性使用心灵之眼挥剑，也就是轻巧，对射程内敌人造成攻击力100%的伤害，这个是以它的倍数去成长的。然后猫咪的基础属性，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目前7等啊，但它的攻击力其实算中等程度，在前期啊，猫咪10等以前，它的攻击力其实成长性都是没有那么高，越往后它才会越高这样子。那它的射程相对其他角色、其他魔神来说是比较短的，只有2而已。那它的射程是怎么算？就是1加2等于3，实际上是3格这样子。不过它的攻击速度还是有在水准之上啊，就是它的成长攻击速度的成长是0.12。这边我点了6等加了0.72，每1等是12。那这个首领额外伤害就不值得一提，因为这个几乎大家都一样的。OK， 那基本上猫咪大师要有纹路那我就直接画面跳到配置的地方，因为其他大家都知道。好，首先来到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主要是刚才提到说的那个布阵的网站。好，那这个网站有2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单人的模式啊，底下可以看到作者，这个是单人模式，然后再是2个玩家的模式。但这一次我会以单人模式先告诉你说，我们单人要如何做配置呢？首先，按照场上啊，我们都需要宝箱怪来增加运营的机会，所以宝箱怪其实要点高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宝箱成型之后，大约通常在20到30关的时候，宝箱会出完，会升级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运营阶段。这个运营阶段就是我们要决定说，我们输出怎么出，我们的魔神怎么出。这边的话，通常第一只以猫咪为体系都会在 T 的上方。这边我拉一下，这样子 T 的上方，然后这边一样扩张，这样子。通常先3只为主，之后这个条件下的关卡差不多在4到50哦，这时候怪的跑速会很快，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决定要不要使用冰魔有没有把冰魔拉上，这个怎么拉不动？冰魔通常都会放这个位置，这样子，我把它踢掉，先这样子，先暂时挡住，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运营了。接下来是输出足够的条件下，那我们就要开始拉一些攻速，这样子。这是7等猫咪，我会这样子摆。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些石头卡住啊，石头卡住也是不错的。低等猫咪输出不太够，所以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更多的猫咪这样子按照这个组合慢慢往上升，然后再补几只猫咪，然后再补这个攻速，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是最终版本，因为有4只合不太到嘛，有机会再多1只，这边我就不考虑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版本。如果是我一开始是这样子玩，那如果你用石头人，你会发现说，最左边的猫咪其实打不太到，它整帮对方打。你也可以这样子配置，以8个巫族术士啊，然后7只猫1兵去完成布置。那如果你玩2个人的模式，来，我加到2人模式。通常2个人的话，基本上第一只先出猫咪是可以的。这边我们就一样，先把猫咪拉上来。先出猫咪，第一只出猫咪。
我们这边就看个人，这边就看个人。然后比较注意的点是冰魔，冰魔我还会再开一期影片讲冰魔的具体站位。这边先讲解一下那个基础。首先，如果我刚才这边的话，它的范围会延伸到这个1.5格嘛，它其实1.5格，所以它的范围是这边，就是我现在应该是看不到滑鼠应该看不到，它会放在这边，应该看得到，1、2、3、4、5，就是中间这5格都会被冰到，然后其他地方也会被冰到，它的范围其实很大很广。好，那如果中间已经有的状态下，那对面的冰其实要放在哪里？对面的冰其实要放在这个位置，我先把它归零，这样子，这样子就可以中间的最大化，然后双方的冰都是这样子放啊，这是基础的配置。因为有些人会把它重叠，有些人会重叠啊，重叠的话就会浪费掉5格，因为这个重叠它并不能相加，不会说你重叠它的缓速就缓到一个极致，它是以最高的那一只为主。比如说我这只是5等冰魔，它的是10等，那以它为主，我的缓速就不会很明显的冰到，主要是这样子啊。那既然如此，第一只通常完成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扩张通常都会第3只就是继续延伸技的。它通常会搭配一些宝箱怪啊，宝箱怪都会刷，边刷边骑嘛，然后一直逐渐的把场上的小只合起来，合起来之后啊，我就继续延伸就是继续延伸，主要是把 T 字布满，有没有想法 ？OK， 先布满这样子，场上有6只哦，那6只基本上是比较高等猫咪才要输出量才够，那通常你在这一格啊，这一格就是小怪出怪口这一排，通常都是两边的猫咪都会打得到，所以其实那一排都是有10只猫咪在打的。但如果你是用破坏者卡在门口的话，它其实实际上只有3只猫咪打得到。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另外一个组合，就是搭配剑魔，把这个攻击范围最大化效益，这样子的话打的那个效益才是最高的。那我们这一个主题是以那个猫咪为主要，那剑魔就先暂且不提，所以我们先改回来。好，这个的话，新手的话可以3只石头，然后剩下的再把巫毒树枝摆起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玩法。那作为你的队友也是一样的思路，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是可以很稳定通关，只是你会发现一个盲点：猫咪的攻击范围不是打2格吗？其实是1+2，它的范围写2，可是它基础攻击有1，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文物有关系，我们的文物基础有加一些范围，所以它其实1格啊，再打2格，所以这只猫咪可以打到对面，是这样子来的。好，那我们就看见，如果我用破坏者卡住的话，那这个后面的猫咪不就浪费了吗？答对了，所以我们就要更改一下位置。如何更改？就是把猫咪靠近初始区域，然后嘟嘟摆成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你会发现一个特别的地方，就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这样子一样也是6只猫咪。那以新手来说新手的猫咪一开始还不高等的话，我会推荐就是再多1只猫咪，把巫毒树枝留那个5只就好了，因为你破坏者嘛，所以就这样子。这样的配置就是很稳定，基本上困难以这样的配置，2个人都这样配置，其实已经很稳定通关了，非常稳定。那有没有排除破坏者的玩法 ？OK， 我们先重置，我们依然是猫咪做起手，宝箱怪抓到猫咪，然后再把猫咪做起手，对不对？好，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个组合，就是这样子。T 一样布满，
然后冰膜错开，错开，我这边先把它拉满，一样也是出6只，6只出完之后，先出4只无主树枝，无主树枝先这样子出，对吧？这是没有石头的版本了，尽可能找出这样子。OK， 接下来就是猫咪，有一些分歧啊。这些分歧主要是什么？就是我滴的猫咪，可是我不想要用破坏者，我要怎么做呢？再多2只猫咪，再多2只猫咪，这样子哦。这个是我当初2等猫咪，然后4等文物去打的。当初是这样子的，然后再把它巫毒再布满，这样子，这样的组合也是很好的去利用触发的数量以及它的数量啊，攻击次数，增加它的那个轻巧的触发，然后搭配那个巫毒树枝的攻速。这边12只嘛，12只以6等为举例的话，不对，这边7只14只。加起来攻速就有4成，420%，那其实是非常多的。这样的话也是可以通关的哦。好，然后我们再换下一个组合，下一个组合就是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变化。具体这种变化，当我的猫咪等级上升之后啊，我要怎么变化呢？当然冰还是要，主要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开始增加一些辅助了。怎么辅助？就是青龙，青龙。这边以那个10等猫为举例，10等猫为举例，10等以上的猫，基础攻击力就已经有不错的成长。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召唤一只青龙，一样的配置也是召唤青龙。在这边把它拉过来，大概是这样子。大概这样子，一样也是，就是多研究场次，研究场次去把它的数量拿起来，因为这样子的配置是为什么？这样子的配置是那个它怪没有被晕眩嘛，没有被破坏者晕眩，所以它会一直持续走入到中间。这个时候我们的输出是最大化的。输出最大化的话，那就可以让它小怪还没到终点就已经被干掉了。然后王的话，因为最大生命值的伤害，所以可以打得非常划算的伤害，非常厉害哦。那么，当你的猫继续延伸，继续增到15等以上啊，并且你把辅助都提高等级，譬如说青龙10等、巫毒10等，这个时候可以换一些策略。就是增加青龙的数量，我们再重拜一下，一样也是5只。这个时候有不一样的配置了。假设其中一般的猫咪是很高等，超过15等，输出非常足够的条件下，我们可以留一只冰魔就够了。留一只冰魔，然后另外一边就不出了，另外一边就是这样子出，再出2只，然后这边再出。也可以只出这样子，然后这边就是再摆。那这个阵容主要是以小乖这个我们在社群小乖为主要的摆法，懒人摆法。当然有兵没有兵的话就拍一只啊，有兵就这样子，这样子是最终摆法，就是你高等猫、高等青龙、高等巫毒树枝的时候，就是你是大氪玩家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摆。然后就摆完就挂机了，为什么？因为就等待游戏通关。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我要怎么摆呢？我也可以学他，就是一样的配置，这样子也是完整，也是没问题的。那假设我只有练巫毒，我没有练青龙的话怎么办呢？我也可以增加巫毒的数量，甚至不要青龙，这样也是没问题的哦。那如果我是新手，我的那个猫等级不高，我怎么办呢？我再招2只，这样子有没有？这个配置随时都可以更改，随时都可以做变换。所以猫咪就是目前版本最好玩的。
角色没有之一，因为他不需要破坏者，他只要两边都玩猫阵，他的胜率就大幅提升。因为最基础场上都有10几只猫咪同时打同一个目标，就这样子。这边把它关掉，好，用回来，就这样子。然后主要是这样子为主，猫咪就是这样子，其实算很简单的，猫咪算很简单的，猫咪没有太多难度，就是你只要配5只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然后1只冰魔，增加了攻速，你就可以尝试单通，但是低等猫咪还是有困难，这个时候可能要再多2只这样子，多1、2只，增加输出量，甚至再多1只乌毒，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完美的配置。好，通常猫咪就是这样子哦。那如果你在使用破坏者的条件下，就是要把猫咪调整一下位置。比如说，我可以破坏者在左边，破坏者现在在左边、右边都可以，然后猫咪也要改一下，这样子。我4只破坏者，4只破坏者，然后这样子，有没有？然后增加了攻速。可是这样4只好像不太够哈。4只不太够的话，我们再摆在这边，有没有？这样子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因为我怪到中间的时候会被我定住，定住的时候我可以清掉，甚至对方漏怪的时候，我在左边的破坏者可以帮助他。那也有另外一种配法，就是破坏者在右边，这样子，然后这边放1只巫毒树枝，然后猫咪一样摆出来。然后冰魔这样子，有没有？可是如果我左边的猫咪打不到怎么办？那我不要猫咪了，我改成用巫毒术师，有没有？这样子也是很完美的策略，让怪集中在冰魔旁边这一个，就可以把它收掉了。甚至我这一个也不要，我再多1只巫毒也可以的哦，这样子。然后当你的石头很稳定的话，你可以再把1只猫咪派过来这样子，甚至把它改成巫毒的可以，这就是它的基本思路，它的摆阵配置就是这样子。这边讲的很多，但是其实摆阵都是大差不差的，都是类似的概念，主要是看你怎么安排啊。那还有目前新增的，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用一个玩法，就是以史莱姆为主要，先串2只史莱姆啦，然后我再造那个猫咪，3只猫咪，这样子，然后再造1只冰魔，这样子，然后再补攻速，1、2、3、4，4只，这样子之后我再补猫咪，有没有？这样子，然后再补攻速，这个不要。但是退不掉，那按重新，再1次哦，再示范1次，这样子，然后这只猫咪3只，然后再1只冰魔，然后再4只攻速，你先2只也可以，这样子，先2只也可以，然后再来把这个猫咪补起来。那如果你担心不稳定的话，你可以在这边派一个石头。2只石头这样刚刚好，然后剩下的2个位置呢，让你自由决定。我自己的话会选择剑魔，这样子。当然，如果你输出很足够的话，你也可以把这2个改成剑魔，或者是猫咪也可以，这样子。很快哈。这边如果你想使用的话，可以随时回去暂停，然后把它截图下来，这样就可以当一个配置参考。这样子，如果我会考量的话，我会考量的点就是建议的手比较长，就会摆成这样子。当然，猫咪它是可以打到这一边的，所以怪过来这个 U 字形的时候啊，猫咪是可以打到很多地方，这边是打得到的。然后这个史莱姆就是主要是让它一开始的护盾的血量降低，当然也可以这样子摆，
这样子摆是我目前最喜欢的玩法。OK， 这个就是以那个猫咪大师延伸出来的系列，通常都是这样子玩，胜率都会很高的。那目前的话，还是不能把这个冰魔踢掉，因为这缓速真的太有用了，输出要很高，譬如说猫咪15等以上，才有可能不考虑使用冰魔。好，这样的话你了解了吗？了解的话，记得在影片下方点赞啊，或者是你想看更多，或者是敲碗哪一个魔神系列的，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看什么，或者是给予我一个支持这样子。好，那今天的凛冬第一期影片比较冗长啊，但是我把我想说的都说明了。第一个系列的同盟小学堂就到此为止，感谢各位收看，我是凛冬，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